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Uncle Faso， 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。我已经做了好几期的科普视频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这个视频制作的成本它是越来越高。光是买酒这一部分，从几十美金的伏特加到几千美金的摩拜酒，所谓没文化拿钱凑，感觉再这么凑下去啊，视频这个流量没起来，我就直接跟美国政府申请破产保护了。看在至少我有在花钱买酒这件事情上呢，希望大家能多关注我一下，顺便给我点个赞，我的这个酒钱呢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言归正传啊，今天我给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套麦卡伦的限量版，我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彩虹系列。大家看这6个瓶子有没有长得非常像彩虹的那个颜色？作为一个颜值控的我来说呢，这么好看的包装已经足以让我动心去把它们收了的。历经6年呀，麦卡伦的 Edition 系列呢，终于已经算是出到最后一瓶了。你们能想象到吗？当我知道这是出到最后1年的时候，我心里的想法是，哎呀，终于可以停止在这个系列上花钱了。那我手里的这个系列呢，已经愉快的集齐了。一入酒圈深似海，不喝酒的永远都不知道，各大酒厂的市场策略可以说是相当的到位。今年出个套装，明年出个限量版，最绝的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麦卡伦了。每年都让我跟集宠物小精灵一样，喝不喝不重要，必须得买，不买呢就觉得这个心里就有一种赔了的感觉。这钱花的绝对有一种会呼吸的痛，而且是痛并快乐的那种。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花钱心得，不对，是买酒心得，顺便看看这个彩虹系列到底是个什么来头。记得我接触这个酒呀，是在3年前，麦卡伦刚出到 No.3， 市场上当时的售价呢是100美金左右。那个时候呀，这个 No.1 就已经涨到1000多美金了。其实呢，我买这个 No.4、No.5、No.6 的时候，我已经学聪明了，我就是用当时的市价去买的这个酒，所以买到了，也就是赚到了，有没有？要说这6瓶酒呀，麦卡伦其实都有赋予他们每一年的不同主题，也用了不同的孔域去酿造这些酒，而且还添加了一些跨界的元素。那我们就说一下这6款酒它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啊？这个1号这款呢是首创的第1瓶，也是麦卡伦用了8种不同风格的雪梨桶酿造而成的。官方强调了呢，它麦卡伦的6大支柱。至于这个支柱，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，我认为它只是一个噱头而已。这个2号呢是麦卡伦的酿酒大师和西班牙的知名米其林3星餐厅 Cellar de Can Roca 名厨合作的。我呢在 YouTube 上搜了一下这个餐厅，然后心中就暗喜，这次终于轮不到我花钱了吧。然后我就立刻把这个链接发给我这个吃货男朋友了。他的那个 YouTube 上面拍的他那个食物都非常非常的精美，难怪麦卡伦要跟他们蹭流量呢。3号呢，这支酒麦卡伦是与英国伦敦的一个香气大师 Raha Dove 合作的。这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香气大师，只不过呢，他用的茉莉花的原料都要3400英镑，那么1磅，1瓶香水也要500美金这个样子，难怪麦卡伦愿意跟他蹭流量的。4号呢是麦卡伦跟4个西班牙雪梨桶的厂商去进行合作的，它是用了不同的5种雪梨桶进行酿造的，跟1号呢其实是如出一辙。显然麦卡伦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它已经没有什么可蹭的了。5号是麦卡伦与著名色彩机构，但是这个色彩机构呢，之前它是有跟 Tiffany 合作过的。你们看看这个5号的颜色呀，它是个紫色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它是吸引女性客户群吗？正常喝酒的不都是男人呢？你出个紫色的，这个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娘？然后就是最后的这一款了，6号。这个是麦卡伦以他麦卡伦庄园门口的斯佩河为灵感，和钓鱼的这个渔具品牌 Hardy 跨界
合作的，而且据说呀，这个还跟什么大西洋鲑鱼、信托基金有关。大家想想，鱼、小河、渔具，非常美好的一幅垂钓的画面，我就真的无法联想这跟喝酒有什么关系。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说，一边喝酒一边垂钓，非常适合我这种酒仙的生活。真的，我已经都替迈凯伦倒吸一口冷气了，感觉在这已经出了6年了，再出半年这个都会崩盘。回顾迈凯伦这6年炒的 CP 呀，差不多都是不搜不知道的 CP， 感觉还不如人家哭泣那个机器猫有力度呢。人家别人都是温温合作，迈凯伦呢合作半天，光看自己家的酒卖得红红火火了。论出新点子圈钱，迈凯伦如果说第2，绝对没有人敢说第1。那么 CP 炒得这么不成功，为什么还可以卖那么多的酒呢？这件事情呢，就要追忆一下迈凯伦这个品牌的拍卖会的历史记录了。众所周知，迈凯伦的营销呢，一直玩的是特别溜。2014年，一款迈凯伦莱利水晶瓶6升装在香港拍卖了，就是以63万美金成交的，成功刷新了当时最贵的单一麦芽威士忌的那个世界纪录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就是祖国大陆威士忌热潮刚刚兴起来的时候，早前没有出手收藏威士忌的人，估计肠子都悔青了，还买什么古董呀？直接存瓶迈凯伦，不比什么都强。就是因为2014年这个传奇的拍卖记录呢，2015年迈凯伦就立刻推出了我手里这个彩虹系列的第1支酒，它主打的呢是无年份，而且它是限量版，走的是亲民路线，100美金一瓶，的确十分亲民。没办法呀，迈凯伦拍卖起点实在是太高了，我觉得啊，100美金这个价钱亲民。但是呢，它就是让人购买的时候觉得它这个酒啊，将来一定会有升值空间。毕竟如果是太亲民了，比如说30美金一瓶，将来我觉得这个酒也不会能上得了拍卖会，是不是？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，想升值就得下点血本。那么有故事有噱头，这套 Additional 系列值不值得收藏呢？我们常说呀，收藏、投资、高年份、限量版都是大家追捧的对象。彩虹系列首先没年份，这个与高年份没关吧？那限量版总得算了吧？那我们就看看啊，从2015年到2021年这6版的酒，官方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的发行数量，但是业界推测迈凯伦这6个版一共发行了也就100多万瓶而已。都发行这么多了，还能这么火，其实我本身也是一头雾水。而且这6瓶酒呢，一起卖的这个市场价钱，大家可以去搜一搜，已经到了个5-6千美金这个样子了，可以说它的投资回报率也是相当高的。这里有一个温馨小提示呀，如果大家觉得想要收藏这一套酒，一定不能缺少这个的第1瓶，也就是这个 No.1， 因为呢，这个如果你只收藏后面的5瓶，这个整个的市场价值是打折扣的，因为这个 No.1 它的发行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。好了，今天我的彩虹系列套装呢就聊得差不多了，就到这里了。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呢，对这套彩虹套装有所了解。不管是迈凯伦这次智商税收的有点高，还是营销做的十分到位，反正这酒我也花钱买了，摆在一起呢，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，也满足了我个人的那种需求。至于以后它的价钱会跌还是会涨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给我点个赞，顺便关注一下，也算给我一个方向，我也会继续努力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什么酒，当然是在我荷包允许的情况下，我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